求求您放过我，您要什么我都给，真的，只要您放过我，我立马从山青消失，我所有的钱都给您，公司也给您，全都给您。你真的很天真，你感觉我会放过你吗？李小姐的男朋友还是别的什么关系？让吧，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李小姐商量。你们和迦南之间的纠纷，我基本上已经了解清楚了。不过之前都只是迦南单方面在跟我讲述，所以为了不偏听，我还要再跟你们确认一下，借贷100万，利息24万，但实际上你们只给了迦南50万，对吧？朋友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借贷100万，无论借贷合同还是银行打款记录，都是能够证明的。年薪24万也没错，这些全都符合法律规定。但你说我们只给了李小姐50万，这就是在胡说八道了。银行打款记录上清楚显示的100万，我们怎么会只给李小姐50万？你们打完了款后，立刻让我预约取了50万出来还给你们，我卡上有取款的记录，你们一定要睁着眼睛说下话吗？李小姐，说话要讲证据，你会跑来跟我们公司借钱，说明你急用钱。那我们公司给你打了款后，你立刻预约取款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凭什么说这钱是还给了我们？有证据吗？有我们提供的盖印收据吗？李小姐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凡事要讲证据，而不是你一张嘴就信口胡说。李佳南还想说什么，叶松却是摆手进行了制止。那就是说，只要我给你们124万，这笔账就算结了，对吧？看来是个有钱的富二代啊！怎么为了泡妞，打算把账揽到自己身上？不过也是，对于你们这些有钱的二代来讲，区100多万还真不能算钱。行，给我们公司账户打钱吧。虽说你这算是提前还款，但合同规定的很明白，提前还款算违约，利息1分不能少。叶松点了点头，朝着男子伸出了手。男子疑惑道：“什么意思啊？借贷合同啊，还有借据什么的，所有这些东西你不都应该拿出来吗？我把钱还了，你把东西给我，这笔账才算清掉了。总不能我还钱后，你依旧把借据之类的留着吧，会说不清的。你还了钱，不就有打款记录了吗？那玩意也是可以当证据的。你说的合同借据我都没带，在公司放着呢。把钱还了，我回了公司就把东西销毁，然后拍个视频发给你作为证明，不就行了？恐怕不行。迦南跟你们借了多少钱？现在都已经出现了分歧。如果还钱的时候还这么不清不楚的，我担心又有反复。咱们彼此之间毕竟不认识，并没有建立互信的基础。既然信任无法成为信誉担保的一部分，那处理和金钱有关的事情，就最好做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公平的做法，也可以避免以后因为这种事情而不断扯皮。你觉得呢？我若是觉得这样不好呢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们只把钱借出来1个月不到，就赚了这么多，还是见好就收吧。你们应该庆幸，我现在起码还愿意单纯只是通过花钱的方式来摆平这件事情。如果我不愿意掏钱了的话，你们会后悔的。怎么威胁我？告诉你，从来只有我威胁别人，还没有别人能威胁到我头上。你不是想还钱吗？还想要一手交钱，一手拿走借据什么的？行，跟我回公司去取，敢不敢？能回你们公司取也行。还是那句话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咱们谁也别忽悠谁。老张，有个名叫盛和的借贷公司，你听说过吗？专门放高利贷的，看起来还涉及暴力催收的买卖。听说过，这家借贷公司称得上是臭名昭著。虽然我以前也干过这个，但是从心里说，我真想办它。臭名昭著？怎么说？难道还闹出过人命？确实闹出过人命，并且不止一起。这家公司用放高利贷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吸血，有受害人承受不住精神压力，无奈选择自杀，但因为是自杀，所以对这家公司几乎没什么影响。连带责任都没有吗？自杀的原因只要查明白，他们总会有麻烦的吧？还真没有，我感觉他们上面有保护伞，不过级别肯定不高，到了一定层次的人，不可能会愿意跟这种借贷公司沾染上，好处没多少，麻烦还一大堆。怎么，他们招惹你了？算是吧，以前的一个同学借了他们的高利贷，我本打算赔一笔钱，把事情结了就好，但看他们的样子，似乎不打算轻易的将此事结果。肯定的，郑和出了名的敲骨吸髓，不把进了套的猎物彻底吃干抹净，是绝对不可能放人的。这么说吧，凡是在盛河里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人渣。叶老弟，你现在在盛河吗？我马上过去。你从燕京回来了？没你的事了，你不用过来了。公子哥，这是在找人打听我们盛河吗？是。打听到了，你朋友怎么说？他说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人渣。叶松诚恳地回答，让3个借贷公司的人都忍不住愣了下。不过下一秒钟，3个借贷公司的人便齐齐地大笑出声。好半晌，笑声终于止住。我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人渣，对吧？行，一会儿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渣。你要替他还账124万，有这个打算。如果124万能将事情彻底了结，不会再有任何后续的麻烦，那我认为花钱买个平安不是坏事。
果然是不谙世事的公子哥，你们这些有钱人啊，总觉得钱能摆平一切，实在是幼稚。我借出去的钱，你以为是那么好还的吗？100万的借款，24万的利息，你觉得现在还了，这事情就算接过了？违约金呢？说好了1年还清，那你现在提前还，属于违约吧？这个违约的钱，是不是也得谈一谈？我答应给你们这124万，你应该很清楚，你们在其中究竟赚了多少。虽然只借了1个月而已，但我也没打算在小钱上计较。24万的利息一分不少，我个人认为你们该知足的。想彻底的了结这件事情，可以，我也不是那种完全不讲理的人。像你这种有钱的公子哥，我愿意给你个面子，就当是交朋友了。你只要把违约金一起付了，我保证不再纠缠他，如何？违约金要多少？不多，借的钱加上利息，翻个倍就可以了。124万的本息，加上124万的违约金，总共248万，就别多给2万凑整了。数字不好听。你还真是商业奇才，50万的本金，不到1个月就想变成240万。说实话，如果是合理范围内的钱，我是愿意给的。和你们这种人浪费时间，不值得。但现在我改主意了，没有那些弯弯绕绕。50万，把本金还给你们，你们把东西都拿出来，大家两清。否则，你傻我？哼！胆子可真是不小啊！看来得让你知道社会的险恶，不然你还以为我们是什么文明人呢？动手，把这个公子哥给我捆起来，然后去那个女的家里给我扒光了，拍照留档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从来只有我威胁别人，还没有别人能威胁我的。随着中年男子话音落下，其中一人立刻上前，可还没等他动手，现在可以好好谈了吗？50万，我把本金还给你们，你们把借贷的合同、借据以及其他和这件事有关的留档都拿出来，咱们就算两清了，如何？行啊，难怪敢跑到我这里来，原来是有恃无恐啊！你彻底激怒我了，小子！我告诉你，这个女人我还就盯上了。别说50万，你现在即便愿意把违约金也一起赔付了，我都不会放过她。手下的人很能打是吧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我这就报巡捕。你这是故意伤害，不但借钱不还，居然还使用暴力，把我们公司的员工全都给打伤了。你等着记小号吧。至于这个女的，嘿，等你进去之后，我会好好整治她的。我有的是手段，在不违法的前提下，让她生不如死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会查到你的家人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就算出了点问题，也顶多把我的人抓进去关几天而已，又不可能把我的所有人全抓了。你还想跟我斗？我会让你知道厉害的。你确定吗？我的小弟们都在看着我，你问我确定吗？他被你打成了这副样子，你问我确定吗？真有意思。行，我给你明确的回答，我非常确定，除非你把我们所有人都杀了，否则这件事就绝对没完。我明白了，其实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不想通过杀人来解决问题，因为就像你说的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们尽量生活在规则的条条框框下，这样才能确保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益和人身安全。但你方才明确表达的态度，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：法律虽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能够起到保护弱者的作用，可某些时候，法律其实是在保护坏人的。比如，一个坏人明明该死，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关几年就放出来了。一些人是可以悔过的，一些人却永远只会作恶。如果总是给那些坏人悔过的机会，被害的好人又何其无辜呢？所以，其实需要一些查漏补缺，无所谓了。人活一世，短短数十春秋，只求自己活得痛快就好。秦马，看看刚才被你踹飞的那个身体怎么样了？叶董，我明白。你不要过来，我没事，我回家吃2个鸡蛋就好了。一声惨叫过后，整个仓库瞬间安静。此时的盛和老大已经懵了，他呆呆地看着叶松。虽然是混道上的，但这么多年来，他始终坚守着一个底线，那就是绝对不真正的犯下杀人的案子。他很清楚，对于他所混迹的这个行当来讲，只要不闹出人命，那无论任何事情都称不上是大事。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眼前这个看起来尚有几分书生气的年轻人，竟然这年轻人疯了吗？继续。10分钟后，中年男子彻底傻了，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，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，然而太迟了。求您放过我，您要什么我都给，真的，只要您放过我，我立马从山青消失，我所有的钱都给您，公司也给您，全都给您。你真的很天真，你感觉我会放过你吗？叶董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为什么我刚才下这种命令，你没有犹豫？叶董，虽然老郑说过他们的罪行，但是我来之前也私自调查确认过来，他们从开办以来已经让90多个家庭支离破碎，光是在校女大学生就有13位，所以不说那么多所以了，联系一下萨尔曼，让他们帮忙处理一下后续。